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在不依赖药物的情况下，5分钟内快速入睡的秘密。对许多人而言，每到夜深人静躺在床上，大脑却依然清醒得像白天，思绪不停转个不停，每天睡不着觉的痛苦，仿佛无止境的折磨。根据统计，现代社会中失眠困扰的人数以千万计，其中不乏年轻的上班族与年长的银发族。有人形容失眠是21世纪的流行病之一，甚至在搜寻引擎上无法入睡，一度成为全球热门关键字。为了解决这沉重的睡眠危机，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安眠药上，但药物真的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休息吗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索，只需要简单2招就能搞定失眠问题，再加上一个神奇技巧，瞬间启动大脑的睡眠开关，让你像按下电源键一样迅速熟睡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会明白为什么不靠药物也能拥有高品质的睡眠，以及良好睡眠对大脑和身体的深远影响。首先，我们要认识睡眠对大脑的重要性。或许你以为睡着时大脑只是关机休息，但科学家的最新发现颠覆了这种想法。熟睡并非大脑被麻醉，而是大脑主动进行大扫除的时间。在深度睡眠时，我们的大脑其实启动了一套强大的清洁机制，血流量会大幅降低，让脑脊髓液有机会沿着血管的缝隙流入大脑深处，像管家一样清洗白天累积的脑部垃圾。这些垃圾包括有害的代谢物，如引发失智症的贝塔类淀粉蛋白等。如果长期睡眠不足或睡得不好，这套脑部清洗系统可能运转不良，时间一长，神经细胞就容易提早老化退化。所以民间常说睡饱精神好，背后其实有很严谨的科学，每天给大脑一段时间彻底清洁，才能维持我们记忆力、判断力等各种脑功能的正常运作，甚至延缓老年时失智症的来临。另一方面，快速动眼期则被称作大脑的免费心理治疗。当我们做梦时，大脑中主管理性判断的区域前额叶处于休息状态，而情绪和记忆相关的区域依然活跃。这意味着梦境其实是大脑在整理情绪、整合记忆，白天发生的事情、未解的焦虑、强烈的情感，都可能在梦中以隐喻或奇幻的剧情上演，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宣泄和整理。难怪有些人做了一场好梦，或即使是一场噩梦醒来后，反而觉得心情平静了许多，因为大脑已在梦里帮我们消化了部分心理压力。可以说，深度睡眠、洗脑、快速动眼期、疗心，两者都是健康睡眠不可或缺的阶段。这也强调了一点，靠药物强制入眠，往往只是让大脑处于类似昏迷的状态，可能剥夺了我们深睡与做梦的宝贵时间，长期下来反而对身心不利。理解了睡眠的价值，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有些人躺下就能秒睡，有些人却数小时辗转难眠。传说中那些一碰枕头2分钟内就睡着的人，也许是因为前一晚严重睡眠不足。其实正常情况下，一个健康成年人通常需要大约10到20分钟才能入睡。如果一沾枕头几秒内就进入梦乡，反而可能是长期疲累、睡眠严重匮乏的警讯，称为睡眠不足症候群。这类人数量不少，大约占总人口1%左右。他们平日严重缺眠，一旦有机会睡觉，就像断电般倒下，但醒来后依然感到疲惫不堪，精神不振。这种恶性循环让人白天效率低落，夜晚又因为担心睡不好而焦虑万分，进一步加剧失眠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我也是怎么睡都睡不够，为什么还是老是睡不着？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破解的难题。要打破失眠恶循环，掌握正确的睡眠节奏与习惯是第一个关键。一名睡眠专科医师提出过777大脑保健法，其中第1条就是每天睡满7小时。当然，重点不仅仅是时间长短，
更在于规律和品质。我们的大脑深藏着一个与生俱来的节拍器，称为昼夜节律或生理时钟。它几乎和太阳的升降同步运作。白天见到光时，身体会抑制睡意，提高警觉；夜晚天黑时，松果体分泌出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，告诉大脑该准备睡觉了。如果我们能顺应这个自然节奏，睡眠往往就会水到渠成。因此，第一招就是调整并守护你的睡眠节奏。那么，怎么做才能让身体回归自然的作息呢？秘诀说来简单，其实就2个字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当然，现代人无法日落马上入眠，但我们至少可以从清晨开始为晚上的好眠做准备。比方说，每天早上在固定时间起床，拉开窗帘，让阳光照进来。清晨的日光就像大自然的闹钟，能迅速关闭你体内残留的褪黑激素，启动白天的清醒模式，同时也重置你的生理时钟。大约经过14到16个小时后，体内褪黑激素会再次上升，让你在夜晚感到困倦。如果你每天赖床睡到中午，白天又待在阴暗室内，生理时钟就会混乱，晚上自然难以入睡。因此，不论前一晚睡得如何，早上准时起床，接受户外阳光照射15分钟以上，都是养成规律作息的第一步。早起的同时，可以配合一些轻度的晨间活动，例如慢跑、快走或伸展操，帮助身体完全清醒。等到了下午，如果感到困倦，可以允许自己小睡一下下，但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。打个短盹有助于恢复精神，但时间一长，睡进了深沉睡眠，醒来反而头昏脑胀，晚上也更不容易入睡。许多银发族白天容易打瞌睡，结果晚上精神旺盛睡不着，恶性循环之下日夜颠倒。所以请记住，白天适度保持疲劳感，才能在夜晚累积足够的睡眠压力，一沾枕头就顺利进入梦乡。当然，入睡节奏除了时间点，还包括睡前的环境和身体状态调节。如同动物在冬天会找洞穴冬眠，我们人类也需要营造一个适合熟睡的洞穴。试想一下，一个理想的睡眠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昏暗、安静、微凉，正是3大要素。现代生活中，这3点往往受到各种干扰。城市的夜晚灯光通明，电子荧幕蓝光刺眼，午夜的社区可能还有车流、人声或邻居的脚步声。有些人的卧室温度调节不好，不是太热就是空调过冷。如果你有浅眠或频频中途醒来的困扰，检查一下周遭是否存在这些干扰。将卧室打造成舒适的睡眠圣殿，是提升睡眠品质的关键措施。首先，光线方面，务必要关闭刺眼的顶灯，换成暖色调的小夜灯，或使用窗帘隔绝外界灯光。很多睡眠达人会在床头放一个眼罩，准备入睡时戴上，确保眼前一片漆黑。这小小工具能大大提高褪黑激素的分泌。其次，声音方面，如果外界噪音无法完全避免，可以考虑播放一些低频率、节奏单调的声音当作声音屏障，例如轻柔的白噪音、模拟雨声、海浪声或稳定的轻音乐，都可以盖过突发的噪声，让大脑感到安心。有专家建议播放这类单调声音持续3小时左右，涵盖你入睡后的前半夜，效果更佳。再次，温度方面，有研究指出，睡眠的最佳室温约在摄氏18到20度左右，可以将空调设定在舒适的温度，或是睡前适当通风换气，保持卧室凉爽。另一个小技巧是睡前泡个暖乎乎的热水澡或泡脚，时间不用太长，大约15到20分钟即可。热水浴会让皮肤血管扩张，身体暖和。离开浴室后，身体散热，核心体温逐渐下降。这种仿佛从夏季步入秋叶的体温变化，正是大脑收到的该睡罗信号。泡澡还能放松肌肉，舒缓紧绷的神经。
对于整天劳累的上班族来说，是从工作模式切换到睡眠模式的仪式感。试想一下，洗完热水澡，刷完牙，换上柔软的睡衣，房间里灯光昏黄暗淡，你躺在床上只觉得肌肤温热放松，眼皮渐沉，连哈欠都忍不住打出来，此时不睡更待何时呢？谈到刷牙，你也许意想不到，牙医推荐的睡前刷牙2分钟，竟也是在帮助睡眠。仔细想想，刷牙时我们在做什么？事实上是在按摩牙龈。适度的刷牙龈，不要太用力，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，让全身进入放松状态。这原理和有人睡前喜欢做头皮按摩、泡脚按摩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让紧绷一整天的身心慢慢松弛下来。所以每晚睡前别偷懒马虎，用点心思把刷牙当成舒压按摩来做，洁牙护龈又促进熟睡，一举两得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睡眠节奏，早起早睡，日照运动，夜晚暗环境加上睡前暖身放松，这些方法对多数中青年人非常有效，可以大幅改善入睡困难。然而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家中长辈即使很早上床，环境也很安静了，还是容易浅眠易醒？其实，中年人与长辈的失眠成因有所不同，需要稍微不同的对策。中壮年族群的失眠多半来自压力和生活习惯，白天脑袋瓜高速运转，焦虑紧张，晚上很难立刻平静，或者白天喝太多咖啡提神，夜里又滑手机到深夜，生理时钟被干扰。而银发族的睡眠问题，除了习惯因素，更多和生理老化有关。年纪大了之后，人体分泌的褪黑激素量本来就比年轻时少，加上可能有慢性病痛，比如关节疼痛、夜间频尿等干扰，所以睡得比较浅，一点风吹草动就醒来。有些长辈5、6点天一亮就自然醒，其实不是他们不想多睡，而是体内的生理时钟提早移动。所谓进行性睡相提前，老人家傍晚就开始困了，清晨很早，精神又来了。因此，对长辈的浅眠，建议白天安排一些适度的活动，让他们保持精神。例如，出门散散步，打打太极拳，午后小睡，控制在30分钟内。晚上睡前避免大量喝水，以免频繁起夜。如果有慢性疼痛，要遵医嘱控制疼痛。如果半夜常起来上厕所，睡前2小时就尽量少喝水，先解个馊。必要时将医疗问题解决，例如治疗攝護腺肥大引起的夜尿，缓解关节炎疼痛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老人的睡眠品质。在打造好睡眠环境与作息这第一招后，我们再来看第2招，提升身体和大脑的放松能力。许多失眠的人都有一种体验，身体虽然很累，躺下去了，大脑却停不下来。这种静态假期、脑内马拉松的窘境，其实反映出身心放松能力的不足。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放松，学会把白天的烦恼暂时搁下，让神经系统从交感紧绷模式切换到副交感的休息模式。如何做到呢？下面介绍几个简单实用的放松技巧。其一，睡前适度运动或拉伸。千万别误会，这里说的运动不是剧烈健身，而是温和的全身活动，旨在释放多余的精力和紧张。例如，有名医推荐一套简单的养生动作，叫平甩功，站立2脚与肩同宽，全身放松，双臂自然下垂，然后轻松的前后甩动手臂。甩臂时，膝盖可以微微弹动，身体不用刻意用力，只需跟着手臂摆动的节奏略有起伏。每甩动数十下，可在身体2侧轻轻拍掌一下，持续平缓的甩动15分钟左右，身体会逐渐发热放松。这套看似简单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，平稳心率。很多人做完感到身心舒畅，紧张感消退，非常适合晚上散步后或睡前进行。
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或白天缺乏运动的上班族，透过这样柔和的运动，既不会过度刺激交感神经，不像剧烈运动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，反而睡不着，又能消除一天的肌肉僵硬。有规律的运动习惯还能改善整体睡眠品质。研究显示，坚持每周几天适度运动的人，深睡期的时间比例比久坐不动的人要高。换句话说，白天肯动一动，流点汗，你的大脑反而在夜里睡得更沉、更香甜。其二，全身肌肉渐进式放松法，这是一种经典的助眠技巧，很多失眠门诊的医师都会教给患者。具体做法是，躺在床上时，从头到脚一步步的先绷紧，再放松每一组肌肉。例如，首先微微皱起额头，紧闭双眼，用力绷紧脸部的肌肉，维持约5秒钟，然后完全放松，感受紧张流走，额头舒展的感觉。接着耸肩并用力，缩紧脖子5秒，再释放，然后轮到双臂紧握拳头，用力弯曲手肘，再放松手臂，让整只手垂落在胸背部。深吸气，同时拱起背部绷紧，随后吐气放下肩胛，腹部收紧腹肌，然后放松。双腿绷直，双腿绷紧大腿、小腿和足部所有肌肉，再松开。如此按顺序把全身主要肌群先紧后松都走一遍，你会感觉整个人沉甸甸的陷在床垫中，肌肉松垮而舒服，仿佛从头到脚都进入了准备睡觉的模式。一些研究指出，这种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能降低生理兴奋度，减少焦虑，有效缩短入睡时间。下次如果你躺着翻来覆去，不妨试试这招，逐块肌肉地紧张放松，很快就会发现全身仿佛棉花一般松软，睡意更容易上门拜访。其三，运用腹式呼吸调节神经。呼吸其实是最直接影响自律神经的方法之一。快速浅呼吸会刺激交感神经，让人兴奋。反之，深长而缓慢的呼吸则能启动副交感神经，带来平静。美国一位知名医师提出过478呼吸法，在全球广为流传，被称作人体天然安定剂。具体步骤是用鼻子慢慢吸气，同时从1数到4，屏住呼吸，心中默数到7，再用嘴巴慢慢吐气，边吐气边从1数到8，如此为一个循环。吸气时要深沉，让腹部鼓起，这就是腹式呼吸的精要。吐气时可以发出细微的呼气声，连续做4个循环，大约不到60秒。这套呼吸法能让肺部更充分的换气，增加血氧，同时节奏的技术使人专注专心，减少杂念。更妙的是，缓慢呼吸时心跳也随之减慢，身体逐渐进入微微缺氧、昏昏欲睡的状态，整个人会感觉非常放松。许多人反映478呼吸法做完不到几分钟就睡着了。即使没那么神奇，至少它能赶走恼人的焦虑念头，为入睡创造良好条件。除了这个方法，你也可以尝试简易腹式呼吸。平躺时双手放在腹部，吸气时注意将腹部慢慢顶起，吐气时腹部下沉，刻意延长吐气的时间，让每次吐气都像叹了一口长气一样。几分钟下来，副交感神经会逐渐占上风，你会觉得身心沉静，瞌睡感悄然而至。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2大招数：规律作息与环境营造，再加上身心放松技巧。但或许你还有最后一个困扰，即使身体很放松了，可我的大脑就是停不下思考，该怎么办？别急，这正是我们的神奇第3招，启动大脑睡眠开关的图像思考法。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经验，半夜躺在那里，脑海里开始不受控地跑出各种想法，有时甚至愈想愈清醒。其实人在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的大脑运作模式截然不同。清醒时，我们习惯用语言、文字来思考，脑中可能是不断的自言自语，明天开会要说什么，
刚刚那封邮件有没有漏。这种语言思维调动的是大脑的前额区和语言中枢，非常活跃。而当我们入睡后，尤其在快速动眼期，大脑更多使用的是图像和感觉。梦境中我们看见了场景、人物、色彩，却很少在梦里读书看报或计算数字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能在入睡前就刻意把思考模式从语言切换到图像，就等于按下了大脑的睡眠开关，让整个脑袋慢慢转入睡眠频道。那么怎样进行图像思考呢？其实步骤很简单，当你闭上眼睛躺着时，故意让脑中浮现一些放松平和的画面，而不要继续琢磨白天那些烦人的问题。比方说，你可以想象自己正躺在一艘小木舟上，湖面平静如镜，周围是微风和煦，蓝天白云，整个人随着小舟微微摇晃，专注描绘这个画面至少10秒钟。如果杂念又冒出来，别担心，再轻轻把注意力拉回那幅湖光山色。或者你也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一个安全舒适的黑暗空间里，比如躺在一张柔软的黑色天鹅绒吊床上，四周漆黑宁静，仿佛与世隔绝一样，让这种黑暗的包覆感带你远离现实的烦忧。实在不行，还有个简单粗暴的方法，在脑中默念短语，例如不思考，不思考，不思考，一遍一遍重复，透过这种念头的单调覆盖，来赶跑东奔西跑的其他念头。很多人可能听过古老的助眠建议数羊，但注意，数羊若只是嘴巴报数，其实没用。关键在于脑中要真的看见那些小羊跳过栅栏，也就是将抽象的数字转化成具体的图像。这背后道理一致，图像思考能有效关闭前额叶的语言分析功能，把大脑活动转移到视觉想象区域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大脑后部。大脑后部主导的思维比较贴近于做梦状态，不容易引起焦虑和警觉。因此，图像思考法就像一把钥匙，第一声开启了大脑沉睡的大门，让我们更快进入梦境。有人形象地将这过程称为让大脑自动关机。当你运用图像思考法时，你的内心独白逐渐平息，再加上环境昏暗，身体放松，大脑误以为现在没有危险，也没有难题，需要分析，关机休息吧。于是睡眠开关一开，你便会在不知不觉间睡着。这个技巧看似简单，却非常神奇有效。不仅入睡时可以用，如果半夜突然醒来，脑袋不小心开始胡思乱想，也可以立刻用图像思考法把自己哄回去睡觉。一位失眠专科医师就建议，睡觉前和半夜醒来时都保持图像化的思维习惯，久而久之，大脑就学会用更感性的方式思考，减少因理性分析带来的清醒和烦躁。现在我们掌握了2招加1神技，庞佛拥有了对抗失眠的利器，不用药也能5分钟入睡，一夜好眠。看似传奇，其实是科学原理的巧妙运用。然而，我们也要明白，有些睡眠地雷若不排除，再多技巧也难奏效。以下几个干扰睡眠的元凶，请务必留意避免。第一大元凶，蓝光与电子产品。现代人睡不好的原因，排名第一的非睡前滑手机莫属。智慧型手机、平板、电脑的萤幕所发出的蓝光，波长短，能量高，极似清晨太阳光。当我们夜里盯着萤幕，身体却以为黎明到了，褪黑激素分泌会被大幅抑制，睡意自然无影无踪。同时，手机上的内容、社群、消息、影音影片等高度刺激大脑，让人情绪起伏，难以平静。建议至少在睡前1小时关掉所有电子荧幕，把手机放远一点。如果一定要用，也请开启夜间模式或护眼绿蓝光模式，并调暗亮度。更理想的做法是培养睡前不看电子设备的习惯，改用纸本书阅读几页，或听听舒缓的音乐替代。
第二大元凶，咖啡因与酒精。下午和晚上摄取的咖啡、茶、巧克力等兴奋物质，往往让你在就寝时仍然亢奋难眠。咖啡因在体内的代谢半衰期长达5到7小时。换言之，午后3点喝的一杯拿铁，到晚上10点还有相当浓度残留，拉着你的神经不肯放松。所以中午过后尽量避免含咖啡因饮料，或改喝低咖啡因的花草茶。再说酒精，不少人误以为喝点酒有助入睡，因为喝完微醺很快就昏沉。然而，酒精虽能让人较快入睡，却会干扰睡眠结构。酒精代谢后产生的物质会让下半夜的睡眠片段化，浅眠增加，甚至造成噩梦和清晨早醒。长期饮酒助眠还可能引发酒精依赖，弊大于利。因此想好好睡，睡前别贪杯。如果嘴馋想喝点什么，不妨选择温热的牛奶或洋甘菊茶等传统助眠饮品。温牛奶含有色氨酸，有助于合成血清素和褪黑激素。洋甘菊茶则被认为有镇静安心的效果。尽管功效因人而异，但暖暖的饮品往往带来心灵上的抚慰，帮助我们进入放松的状态。第三大元凶，情绪压力与过度思虑。白天背负太多心理压力，若不上床前适当疏解，这些情绪残余就会跟着你一起上床，成了驱走睡意的隐形杀手。有些人白天忙碌没空想事，反而一到夜深人静，脑袋开始反刍各种烦恼，工作的、家庭的、未来不确定的，越想越清醒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建议培养睡前放松的心灵习惯，比如可以准备一本烦恼笔记本，在睡前半小时，把脑中所有顾虑的事项全写在纸上。写下来等于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把该记的记下了，现在可以放心去睡，明天再来处理。写完后合上笔记本，也象征将烦恼暂时封存，或者尝试进行冥想练习，找一个安静角落坐下，闭眼专注自己的呼吸，让思绪如浮云般掠过，不予理会。5到10分钟的冥想能显著降低焦虑水平。还有一个有趣的方法是倾听舒缓的叙事音频，例如助眠播客、轻声细语讲故事的节目等。听着别人平和的声音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，你的大脑反而容易被催眠，渐渐失去对自身烦恼的执着，最后迷迷糊糊睡着。总之，千万别带着焦虑上床，把心事留在床铺外，大脑才愿意进入梦乡。第4大元凶，潜在的身体不适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是失眠，实际上是某些生理问题在捣乱。比如睡眠呼吸中止症，患者睡觉时反复出现短暂呼吸暂停，导致频繁醒来，睡眠片段化，自己可能不知道原因，只觉得怎么老是睡不饱。如果打鼾严重，白天嗜睡无力，就要怀疑是否有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，需要就医评估，可能透过减重、侧睡或使用呼吸辅助器来改善。再如前面提到的夜尿症，年长男性可能因前列腺问题频频起夜，女性则可能因为膀胱机能降低等原因，这都可咨询医师，透过药物或行为治疗减轻症状。胃食道逆流患者若睡前饮食不当，平躺后胃酸上涌，造成胸口灼热咳嗽，也会影响睡眠，这时可将枕头垫高，睡前避免饱食。慢性疼痛、关节炎、腰痛等会在夜间加剧的人，可以在睡前热敷痛处，必要时服用医生建议的止痛药，减轻痛楚以安然入眠。腿部不宁症患者则常在入睡时感到腿部不适而想动弹，可向医师咨询补充铁剂或服用药物的可能。简而言之，当你发现自己总是无法稳稳睡过夜，不要忽视身体可能发出的其他信号。很多干扰睡眠的元凶其实是潜藏的健康问题，把这些问题解决或管理好，你的睡眠自然水涨船高。说了这么多，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，安眠药。不少朋友可能已经习惯一片药下肚，
强制关机般的入睡。短期看，药物似乎解决了燃眉之急，但长期而言，它真的是万灵丹吗？事实恰恰相反，安眠药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它们多半属于镇静剂，直接抑制中枢神经，让人昏昏欲睡。但正如前面提过的，它让人看似睡着了，其实深度睡眠和做梦的品质都大打折扣。很多人服药后反应，睡了很久却依然感到疲倦，就是因为那不是真正自然的好眠。另外，安眠药有耐药性和依赖性，刚开始1颗有效，久而久之可能2颗还嫌不够，不吃又睡不着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而更令人警惕的是，最新研究发现，长期服用安眠药与失智症风险显著相关。有统计指出，65岁以上长者若长期服用一种镇静安眠药，日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增加约1倍半到2倍。同时使用2种安眠药，风险增至3倍。若混合3种以上，风险甚至飙到正常人的5倍。当然，这些数据不代表安眠药直接导致失智，而是可能反映出严重失眠本身和脑部退化的关联。但无论如何，过度依赖安眠药绝非明智之举。偶尔在极度需要的时候服用1颗帮助入睡，可以，但绝不该把它当作每天的习惯。特别是老人家，代谢慢，副作用明显，更应慎重。在能透过调整生活习惯、心理调试改善失眠的情况下，我们应尽量让睡眠回归自然。正如专家所说，不要把每天都要睡得完美当目标，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与其追求药物强行敲昏般的沉睡，不如学习倾听身体，尊重自然的睡眠节奏，适度接受偶尔睡不好的状况，反而能更放松地入眠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透过生活作息的调整，为大脑创造良好的睡眠条件，透过身心放松的锻炼，让身体学会迅速进入休息模式，再运用图像思考的神奇开关，巧妙地引导大脑关闭白天模式。一旦掌握了这2招一技巧，失眠这个困扰多数人的难题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天生就具备睡觉的本能，只是现代生活节奏让他们一时失去了平衡。现在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把这种平衡找回来而已。当你开始认真对待睡眠，珍惜每一个夜晚与枕头相遇的时间，你会发现入睡不再是一场战斗，而变成一种享受。那是一种卸下铠甲，彻底放松的美妙体验。想象未来的某个夜晚，你按照计划放下手机，泡了个热水澡，房间只留一盏暖黄的小灯相伴。你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做了几组缓慢的4、7、8呼吸，感觉心跳和思绪一起慢了下来。接着你回忆起白天散步时看到的夕阳，于是在脑海勾勒出那片金红色的天边云彩。你全身肌肉放松，彷佛漂浮在那片染金的天空之下，周遭一片静谧安详。渐渐的，你的意识开始模糊，大脑的睡眠开关正悄然启动，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进入梦乡。这一夜，你将一觉睡到天亮，迎接第2天清晨的阳光时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，活力充沛。让我们记住，好眠是大脑送给身体最好的礼物。不吃药，我们也有能力靠自己的调节，找回高品质的睡眠。当你体验到自然熟睡的滋味，你会惊讶于自己的改变。白天记忆力变好了，工作更有效率，心情也更稳定愉快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在夜晚躺平闭眼时，再也不会恐惧失眠的黑暗，反而心存信心和仪式感地期待一次身心的充电重生。从今以后，睡眠将不再是你苦苦追逐的东西，而是你生命中轻松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你只需放松身心，关掉日间的烦嚣，用我们分享的这2招加一剂，安心地交付自己给夜晚。相信我，
你的大脑和身体一定会回报你一夜甜美的好梦。安稳的睡眠就在不远的未来等着你，祝你好梦。